大家好，我是李丽莎律师。今天呢，由我为各位分享未定事件簿中的第5章血落有声的故事和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提到刑事责任呢，我们这个案件当中主要涉及到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那要说刑责，就必须要回到因果关系的认定，只有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才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什么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呢？在本案当中，王翰更换刹车片的行为与孔茉莉发生车祸的结果就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为刹车片失灵所创设的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被现实化了。但是不幸中的万幸，交通事故并没有直接导致孔茉莉死亡，她仍然可以自行下车查看情况。那么真正的死亡原因是头晕坠崖，而这是致幻剂所致，所以邱恒的行为是异常介入因素，实际上中断了王翰的行为与孔茉莉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了导致孔茉莉死亡的直接原因。那么虽然孔茉莉下车查看情况看似也是介入因素，但是这个行为呢属于通常性行为，也就是说一般人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只要身体允许，通常也都会下车看看车况路况，所以通常性的介入因素无法阻止因果关系，死亡结果仍然归属于邱恒。那么邱恒主观上放任甚至追求孔茉莉在回程途中死亡，具有杀人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杀人行为，实现了死亡结果，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邱恒还要承担负在民事部分的赔偿责任，比如孔茉莉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当然，王翰的行为与孔茉莉死亡的因果关系虽然因为邱恒行为的加入而被中断，但是王翰更换刹车片的行为本身就足以引发车祸，威胁孔茉莉的生命。对于这种想杀人杀了人没杀成的情况，在刑法上有一个概念叫未遂犯。刑法23条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识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因此王翰可以按照故意杀人罪的未遂追究刑事责任，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要成立共同犯罪，必须具备2个条件，首先是共同的犯意联络，其次要在这个基础上实施了相应的犯罪行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王翰和邱恒之间对于要置孔茉莉于死地并没有任何的意思沟通，既无漠视更无明示。不过在刑法理论上确实存在片面共犯的概念。举个例子，张三明知李四在追杀王五，故意暗中帮助李四将王五绊倒，李四顺势杀了王五，但是却不知道张三的存在。李四单独构成故意杀人罪，张三是李四故意杀人的片面共犯。那么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三需要明确的知道李四在追杀王五。那么我们这个案子当中，王翰看到邱恒对孔茉莉的杯子动手脚，但是他在更换刹车片的时候并不知道邱恒放进去的是什么，因此无法成立片面的帮助共犯。虽然对于刘浩和赵云翠的见死不救，很多人都会感觉到不惩不快，但是一般情况下，见死不救不属于刑法评价的范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见死不救者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特殊情况指的是当为、能为、不为，也就是当见死者负有防止他人死亡的义务，也有防止他人死亡的能力，却没有采取防止他人死亡的措施，最终导致了死亡结果，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也就是刑法上所说的不作为犯罪。一般来说，不作为犯罪有4个义务来源：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义务、
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显然，刘浩和赵云翠并不具有这4个义务来源，不承担刑事责任。虽然法律不能将所有见死不救都评价为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刘浩、赵云翠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必然受到社会舆论和道德的谴责。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应当积极践行见义勇为的美德，在保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尽力救助处于危险的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